为情次的事儿，幸好是根敦大人面见皇上撇清了，否则哪有那么容易脱身？您还是清静清静，耐心等等吧。阿布他们也大概已经到京城了吧？皇上会看在科尔沁的份上，原谅本宫，再宠爱本宫吧。玉妃娘娘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李公公，皇上是不是要把本宫给放了？是，皇上说玉妃娘娘近心有段日子了，特让奴才来解了娘娘的禁足。太好了！姑姑慢走，回去吧。娘娘说了，你做得很好。要是让所有人都知道，那就更好了。知道了，谢谢姐姐，我会的。去吧。你这样做虽然是想撇清我，可对于凌云彻而言，他还不是一样深陷流言之中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这个人不是姐姐，我就敢去做。这件事摆明了就是令妃要陷害姐姐，我怎么容许她得逞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你这样会害死凌云彻的。如果这么做可以狠狠惩治令妃，那又如何？海兰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是在这宫中，人人都为自己着想，我们若不为自己想，迟早会被别人害死的。就算我们在宫中再身不由己，凌云彻也是无辜的。他曾多次救助于我，不该成为我和令妃之间的牺牲品。这外头都在传你和侍卫凌云彻的流言，你自己可知啊？皇上，臣妾都听说了。臣妾出身寒微，与凌侍卫原是同乡，自幼相识，所以若说是青梅竹马，臣妾也不敢反驳。你自己倒是敢到朕的跟前说句实话啊！求皇上明鉴啊！臣妾为宫女时，因同乡的缘故，得凌侍卫几回照应，所以惹出了流言蜚语。臣妾为了彼此的名誉，便疏远了，同乡之谊便形同陌路。就算皇上要查，臣妾也不怕。但愿皇上能查个明白，还臣妾清白。一个侍卫让你深陷流言，你认为该如何处置是好啊？若能杀之而出流言，臣妾愿意。皇上，臣妾是您的妃子，不能因为他人而污了臣妾的清白，毁了皇上的名誉呀。好，你敢说出昔日往事，可见心中坦荡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请玉妃娘娘安，您怎么来了？皇上，臣妾有要事相告。哎呦，玉妃娘娘喊不得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这玉妃啊，越来越放肆了。朕怎么会让这种无知妇人入宫呢？皇上，臣妾真的有要事，事关皇后，请皇上见一面。罢了，李煜，皇上，让金钟发的进来。这。玉妃娘娘，皇上请您进去。某倩，你先等一下。是。凌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李公公，怎么不见凌云彻啊？哦，凌大人不当值，正在午房休息呢。臣妾叩见皇上。
你刚解了禁足，就敢擅闯养心殿？皇上，臣妾擅闯养心殿，只为宫闱名誉，不得不冒死一剑。什么宫闱名誉？这皇家的清誉，岂容你胡言乱语吗？皇上，若不是铁证如山，臣妾怎敢舍命前来？是皇后娘娘，她与林英彻有私情，臣妾不敢隐瞒，确实有人证物证啊。什么人证？人证便是林英彻的枕边人茂倩。为求万全，臣妾已将茂倩带入宫，在外候着了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已不可听林夫人一面之词啊。林英彻何在？皇上，今日是林侍卫当值，只是还未到时辰，尚在午房歇息呢。奴才方才见林夫人来了，便已派人去唤林侍卫了。你把茂倩带进来，再去传皇后，让她来听听。这。哎，如今在御前当差，别扭吧？林大人，林大人，怎么了？您家夫人跟着玉妃娘娘进宫了，也不知道闹什么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她到哪儿了？还能到哪儿？御前呗。坏了，要出事儿！走。妾身蒙皇上赐婚，今日未曾奉诏便擅自入宫，不论皇上等下如何责罚，请受了妾身这一片的孝心。下着雪真安静啊。您见着皇上也安静，两个人都没什么话说。彼此情浓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，如今开口，倒怕会伤着彼此。还是安静些的好。皇后娘娘，皇上请您前往养心殿一趟。为何？皇上正在为流言之事问令妃的话，玉妃带了茂倩来面圣，一口咬定凌云彻与您有私情。哟，林大人，您怎么？微臣凌云彻求见。进来。微臣凌云彻，叩见皇上、令妃娘娘、玉妃娘娘。来的倒是不慢呢。皇上，微臣听说茂倩求见皇上，惊扰圣驾，微臣特意前来向皇上请罪。茂倩，还不赶紧回去？我不回去，我还未将实情说出。凌云彻，你这么急着赶我走，是心虚了吧？我有什么可心虚的？皇上，是微臣不好，微臣不懂得如何管教妻室，让茂倩在御前无状。还请皇上恕罪。在皇上面前，你们夫妻二人争执个没完，可见平日不睦啊。令妃娘娘说的是，妾身的夫君不在意妾身，可心心念念的竟全是皇后娘娘一人，妾身怎能跟她和睦啊？茂倩，你别忘了，这是在御前，你绝不可以污蔑中宫，更不可以有辱皇上圣听。皇上，您万不可听茂倩胡言。哼。俗话说得好，酒后吐真言，梦里话心声。若不是同床共枕，怎知道你竟如此的心心念念，连梦里也不能忘，常常呼唤皇后娘娘的闺名啊！
如意如意，倒真是个吉祥如意，一听让人难忘的好名字啊！放肆！皇后的闺名岂是你可说的？妾身有罪。皇上，抱歉此言，子虚乌有，胡言乱语。我胡言乱语？哼！20年4月20一次，20年12月22日又一次，25年9月13再一次，5年间梦遗3次，这到底说明了什么？这些日子，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来了，坐。皇后啊，这些人在朕的身边聒噪，朕本不想听的，但是这事涉皇后，所以就把你请来了。臣妾方才在暖阁门口听的一言半句，确实与臣妾有关。哦，那冒欠方才所言，凌云彻梦呓的日子有些特殊，你也都听见了。是。20年4月20是景祀夭亡之日，20年12月22是永景夭亡的次日，25年的9月13是皇上知道荣嫔不能生育，深责臣妾的那一日。不知道凌云彻梦呓的这些日子是偏巧了，还是他与皇后真是悲喜与共啊？皇上，冒欠说林侍卫在梦中喊的是臣妾的闺名，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如今也未可知。凌云彻是皇上的御前侍卫，且忠心耿耿。那3日也是皇上的悲痛之日。就算凌云彻在梦中说出“如意”2字，臣妾想，凌云彻也是想助导皇上遂心如意。倒是冒欠，你的心思不可揣测，你为何就认定凌云彻说的“如意”2字就是本宫的闺名？皇上，妾身实在不敢冤枉皇后，可此事一而再再而三，妾身也是心存疑虑，不敢确实。直到妾身发现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皇上，冒欠还有物证。哦，呈上来。微臣请贝勒爷安。坤宁宫的赵九霄，在这儿做什么？微臣想托贝勒爷给玉妃娘娘传个信儿。什么事？这……先退下。贝勒爷，玉妃娘娘带着凌夫人在御前闹起来了，说皇后娘娘跟凌云彻有私，快请玉妃娘娘到养心殿去劝一劝吧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我会请额娘做主的。啊，那微臣告退了。箱子，哼！这口箱子这么多年来，你都自己好好锁着，不让我动。我就好奇，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让你稀罕的跟眼珠子似的。直到我小心翼翼地撬开了这锁，看到了这稀罕物。皇上，请看，这靴子虽是10几年的旧物，可是穿靴人爱惜，针脚还犹新。可这如意云纹却暗含了皇后娘娘闺名的谐音和妾身渔夫的名字，还绣在这般隐秘的地方。皇后娘娘，你可认得这靴子？本宫自然认得这双靴子。皇上，当年在冷宫的时候，臣妾与索性身陷火海，幸得林侍卫相救。这事儿皇上也是知道的，索性就亲自做了一双靴子，替我2人向林大人略表谢意。是索性啊？
皇上若不信，可以唤索性来问。谁不知道索性是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婢？这云纹即便不是她绣的，她也会替皇后娘娘认下来的。皇上衣衫上的如意纹大多出自本宫之手，而这靴子的如意云纹是索性绣的。皇上若不嫌费功夫的话，可以拿一件皇上的旧衫和这双靴子一对针脚。也好，朕叫玉壶来办。玉壶，拿去比对。是。如何？皇上，奴婢比对过了，这靴子上的绣花的确不是出自皇后娘娘之手。怎么会这样？即便如此，索性也是听命于皇后娘娘。凌云彻也是把这靴子宝贝了那么多年，并不能说明凌云彻和皇后娘娘没有私情啊。鄂阴珠，难道救命之情在你眼里就是阴私之情吗？皇上，来人，奴才在。把玉妃拉出去清静清静，将她关进慎刑司，由着她自生自灭。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臣妾对您一片赤诚，不忍您被蒙骗啊！皇上，皇上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凌云彻，抱歉，朕当日给你们俩赐婚本是好意，谁知你们夫妻俩却是这般难写，真是弄巧成拙了。罢了，朕这个赐婚人今日就做个恶人吧。凌云彻，你回去写封放弃书给毛倩，你们俩就此别过吧。微臣遵旨。我。毛倩，你我夫妻缘尽于此。你，皇上，臣妾无用，臣妾平白有协理六宫之责，不能为皇上皇后分忧。罢了，令妃，你先回去早些歇息吧。是。皇上，冒歉诬告皇后娘娘，只是和离实在是太过轻纵了。冒歉和离之后，你着人将他关进庄子里，不许他再胡言乱语了。奴婢明白。下去吧。既然事情了了，臣妾也告退。皇后啊，你留下来，朕有话要与你说。皇上要说什么？坐吧。今日的事情是玉妃和冒歉胡闹了，可这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呢。皇上是疑心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唤臣妾过来，平白听这场羞辱。如意啊，这些日子以来，凌云彻与你的流言，在宫中传得纷纷扰扰。朕也想不听不扰，可这阴影，在朕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